昨天的阿根廷比賽果然如我們所料，打得非常艱難，但最終因為72分鐘瑞士球員恩波洛的假摔吃到了2張黃牌，紅牌被罰下，所以再次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但老 K 個人覺得規則本身如此，在改變規則之前，我們只能服從，也應該服從，所以阿根廷的勝利沒有任何問題。但對瑞士隊的將帥來說，實在難以接受。主教練亞金賽後說，裁判本來就不應該給阿根廷黃牌，他卻用自己的錯誤懲罰了我們。我不知道這條規則是誰制定的，但我們無力更改。就因為這次動作給恩波洛出示黃牌，那此前他多次遭對手針對的犯規，本就該早早吃到好幾張黃牌才對。到頭來受懲罰的卻是我們，一條規則就這樣讓我們陷入被動，實在讓人無法理解。那麼這一次恩波洛假摔在 VAR 介入之後被出示的第2張黃牌紅牌罰下， VAR 介入的原因是身份錯認 Mistaken Identity。本屆世界杯在小組賽的首輪，美國4-1大勝巴拉圭的比賽中，也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情況。當時先是美國球員里姆在被吹罰對對方的阿爾米隆犯規出示黃牌以後 ，VAR 介入確認阿爾米隆假摔，反而給了阿爾米隆1張黃牌，所以阿爾米隆是這條新規第一個受害者。VAR 介入的理由同樣也是身份錯判。這條規則的原文是：當犯規是由另一方或者本方的另一名球員所犯，而某名球員被錯誤地出示了黃牌或者紅牌時， VAR 可以進行回看。所以身份錯判這事兒很有意思。昨天有位女性朋友留言說，其實不太喜歡很區分男女之類的說辭，女性也有很多有擔當責任之人，只有男性才是硬汉不推諉，是舊時代影视產物的思想，所以常常感到那種對男女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非常好，老 K 非常喜歡這樣的討論。但首先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世界本就是混沌的，或者是陰陽協調的。您可能覺得女性穿着漂亮的泳衣在沙灘椅上，那是一種固有印象，但同樣也有許多的男性和女性認為打扮成這樣的漂亮比基尼是美麗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覺得過分性感的女性穿着是对女性的侮辱，但是在中国大陸60-70年代文革時期那種杜絕了所有的性別特徵，男女都穿軍裝，也不是老 K 所喜歡的。所以我簡單的認為，只要不是歧視別人，不是傷害到別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而不是給自己身上打有某種標籤。不要過分的標籤自己是女性，也不用過分的標籤自己是北京來的，自己是亞裔人或者其他任何。就像有的男性同性戀 gay 可能很娘，但同時又有許多的 gay 就覺得娘是自己美麗的一部分，不是嗎？所以這就涉及到現在大家討論的焦點，現代性別理論和個人主義的核心。擺脫標籤的束縛，將定義自我的權利歸還給個人。我們不需要用一個體制取代另一個體制，就像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消除性別特徵，這是強迫所有人又達成某一種標準，本身也是一種壓迫。而世界分為赤橙黃綠青藍紫，男性和雄性有自己的美，女性和雌性又是另一種美。我覺得当女性出於自願，因為她自己覺得这樣很美而穿上比基尼，這就不是屈服於刻板的印象，而是掌握自己身體的自主權。自我選擇的展現本身就是力量。換個角度講，某些特別性感的女性，或者肌肉棒子特別雄壯的男性，他們的外形或穿着都能夠激發異性的慾望，這本身就是自然界最純粹的美的一部分。所以你既是女性，也可以不是女性，這是指生理上的女性同樣能夠打破事業的天花板。女孩也可以穿着非常高雅精致的裙裝，在 NASA 的控制室裡冷靜地指揮火箭發射。生理上的女性特徵跟她在事業上打破天花板的強大能力從來都不衝突，所以我們既要拒絕被符號化，也要拒絕一概而論。但最重要的，不要刻意區分，讓每個人成為獨立的自己。最高級的自由不是女性必須活得像個女強人，也不是女性必須回歸傳統，而是無論你選擇哪條路，只要不歧視別人，不傷害別人，都應該能夠理直氣壯地做自己。就像老 K 個人的觀點，也是不斷聽到你們在留言區新的觀點，又能激發我產生新的想法。而我們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也應該不斷地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哪怕一開始它是幼稚的，是不對的，只要能夠糾錯就好了。我覺得也不要為了迎合觀眾而掩飾自己，那反而可能成了四不像。而我最喜歡的蘋果拍的美劇之一《For All Mankind》，這部劇裡面就深刻地探討了女性打破職場的天花板，建立獨立事業的無限可能性。所以推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非常喜歡裡面的 Tracy Stevens 這個角色，告訴大家不要讓社會定義你的身份，無論你起步多晚，都可以成為自己故事裡的主角。朋友們，法國對西班牙的半決賽2天後则來，咱們明天發布2場重要的半決賽的預測。
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咱們繼續。所以回到我們昨天的比賽，最重要的是在最關鍵的時刻，112分鐘，小蜘蛛阿爾瓦雷斯打出了超神的世界波。因為我們都能看到，哪怕是11打10，阿根廷也很可能被拖入點球決戰。而世界杯裡面只進神仙球的小蜘蛛，他再次體現出39歲梅西帶領的這支阿根廷隊在絕境中確實擁有無窮的力量。至於怎麼自己給自己制造的絕境，你先別管。最後，世界杯的4強正好是國際足聯排名的前4。那麼我知道比賽看完，許多阿根廷球迷對主教練斯卡洛尼相當不滿。連續已經3場踢了加時，相當於梅西整整多踢了1場。但這問題真的是主教練帶來的嗎？起碼老 K 個人覺得呀，在過去的視頻裡已經說過多次，阿根廷現在的戰術確實沒法踢。進入到現在的2026年，人類現在的戰術體系必須要所有人不斷的奔跑，而梅西在國家隊多項數據冠絕全場，加上助攻送瑞士队出局，評分是最高的。所以有這樣的球王，有這樣的大哥，你不可能不用，你不可能中途把他換下。在這一輪1/4決賽成功過人的次數方面，梅西、多庫和歐納西都是5次，並列第一。他今天已經39歲了，但再次打滿全場。比賽中還被扎卡肘擊到右眼簾劃傷了，接受了队醫的處理，受傷的部位也出现了腫脹，但他始終沒有要求被換下。後面的比賽我們能看到梅西的不舒服非常明顯，比賽暫停的時候，他多次用水清洗傷處。而阿根廷的隊醫組也利用補水暫停時間給梅西進行了處理，先是直接對受傷的部位冰敷，減輕腫脹並且止血，這才能讓梅西繼續保持活躍。賽後他被問到受傷的情況，梅西說沒事兒沒事兒，我的眼睛沒事兒。而本場比賽梅西帶球44次，帶球的距離達到了412.6米，持球推進次數8次，總推進距離270.5米，持球的推进距離149.2米。但是梅西確實39歲了，他確實跑不動了。比賽中能看到，當梅西丟失球權的時候，對方帶着球打反擊，梅西立刻放棄了回追，他不能將體力浪費在防守中，只能交給自己的隊友去阻擋對方的進攻，這也同樣是梅西。所以這支球隊在有些時候有個球王在隊裡面，但有些時候攻防轉換和防守的時候，那就只有10個人，就需要其他的队友多跑許多，才能夠彌補這方面的差距。這也是為什麼瑞士隊在被罰下1個之前打得那麼主動，阿根廷卻那麼被動的原因。我們從拿到的數据，阿根廷對埃及的那一場比賽，踢滿90分鐘的梅西，場上有63%的時間都在走路，另外還有25%的時間是原地不動。他慢跑的時間僅佔總時長的8.6%，而世界杯平均水平是多少呢？24%。況且对埃及那場比賽，梅西很少衝刺。所以梅西這樣的比賽方式肯定會增加隊友的負擔，但阿根廷隊早就接受了這種權衡，畢竟梅西在場上總能夠為球隊帶來勝利。而數據顯示，梅西最喜歡散步的區域主要集中在中圈和禁區之間，在右側內部的口袋區域，這也是梅西破壞率最大的區域，便於他轉身射門。而39歲的他早就不靠爆發式的衝刺，而是用巧妙的跑位，再借助隊友去拉扯對手防守的陣型。所以無論誰當阿根廷的主教練，很難比斯卡洛尼做得更好了。現在接下來阿根廷將面對老冤家英格蘭，這也是梅西第1次對陣英格蘭。我們很好奇，遇到真正的強隊，凱恩和梅西到底能撞出怎樣的火花？老 K 預計這也將是一場激烈無比、精彩絕倫的大混戰。2個隊都有瑕疵，2個隊的比賽到現在發揮都不好，而且過去由於馬島戰爭，2隊的恩怨是由來已久，火藥味十足。敵對的情緒根深蒂固，早就超越了足球本身。未來這幾天100年的恩怨，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問題肯定會被反覆的提到。那一場44年前歷時74天的戰爭也是繞不開的話題。馬島呢是在南大西洋，距離阿根廷海岸大概480公里，距離英國本土就非常遠了。歷史上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英國、法國、西班牙先後發現了這裡，並且在這裡建立了據點。1816年，阿根廷獨立，繼承了西班牙對馬島的主權聲明。17年後，1833年，英國派軍艦驅逐了島上的阿根廷駐軍和行政人員，開始實施長期的實際控制。阿根廷對此一直表示強烈抗議，所以從來沒有放棄過索取馬島的訴求。1982年，阿根廷軍政府遇到了國內經濟嚴重的衰退，面臨巨大的執政危機，所以為了轉移矛盾，凝聚阿根廷的民族主義，就想用武力收復馬島。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動了數千的兵力，突然登陸了馬島，
並且迅速擊敗島上的英國駐軍，迫使英軍投降。這時候，英國首相是撒切爾夫人，態度極為強硬。鐵娘子迅速組織了特遣艦隊，跨越大半個地球，前往南大西洋進行武力反擊。最後，海陸空混戰，英軍在裝備、訓練和後勤上有絕對的優勢。6月14日就重新奪回了對馬島的控制權，阿根廷守軍投降，大約649名阿根廷軍人陣亡。從此以後，儘管聯合國也多次敦促雙方重啟談判，但英國持續對馬島實施了實際控制。阿根廷政府至今仍然在重申主權，可主權問題也從來沒有得到解決。至於常駐馬島的居民民意非常明確，高度一致，幾乎所有人強烈的支持保持現在英國海外領土的狀態，堅決拒絕阿根廷的主權聲討。不過，阿根廷方面也堅持說，現在島上的英國居民屬於人造人口，是1833年英國武力佔領並且驅逐阿根廷人以後強行移民的產物。那麼最近世界杯，阿根廷隊每一輪淘汰賽都踢得磕磕絆絆，但卻總能在絕境中翻盤，所以再次激發了阿根廷人民那炙熱的羈絆。幾天前，在阿根廷一所小學舉辦的獨立日的演講，一個10歲的男孩納喬，他拋開了自己過去的演講稿，直接當眾大喊：“阿根廷加油！國家隊萬歲！梅西萬歲！向着第4座大賽冠軍衝吧！”這段視頻立刻在全網爆火，而阿根廷主教練斯卡洛尼也主動提到了這件事，說話的時候充滿了感動。他說：“那個孩子真的打動了我，這份情感發自內心。我們全隊、教練組所有球員踢球的意義就在於見證這樣的瞬間，不只是為了贏球。這麼小的孩子敢於打破既定的流程吶喊，最後全程跟着高呼阿根廷，太震撼了。這就是我們想要留下的傳承。希望多年以後，那個小男孩還有當時在場的所有人想起此刻，都能擁有像現在這批球員一樣奮勇向前的勇氣。”所以這場半決賽場外的熱鬧是動靜最大的，而另外一場法國對西班牙純粹是技戰術最高級別的較量。那麼梅西，偉大的球王梅西，他今天3-1擊敗瑞士以後，將球衣送給了意大利的名宿羅伯特巴喬。2018年的時候，当时梅西世界杯又輸了，比賽結束的哨聲響起，攝像機圍着梅西轉，他當時的眼神那麼的落寞，那麼的憂鬱，和94年的巴喬一模一樣。好，現在梅西帶來的雙刃劍問題，戰術代價第一點，阿根廷的整體必須要放棄高位逼搶，前場搶斷數據遠遠低於其他的強隊，只能被動等待對手失誤，容錯率就非常低。第二個戰術代價，全隊已經形成了嚴重的梅西依賴症，所有進攻的傳導必須要集中到梅西這一側，那麼對方就只需要布置多人包夾，切斷梅西的接球線路，阿根廷其餘的進球點又會失去空間。0-2落後埃及的比賽就是一場典型的案例。前60分鐘梅西被限制，全隊的進攻陷入癱瘓。對這一點，全球的足球專家都看在眼裡。80%的時間，梅西是游離在防守體系之外的，他只在進攻3區發力，這也節省了梅西的體能，但也制造出連鎖的防守問題。阿根廷的中場球員就必須要分配專人，持續的協防梅西的邊路，中場屏障的人手就不足，這讓對方直塞和遠射的空間大幅增加了。還有對手反擊的時候，梅西不會回追，不能夠延緩對方推進的速度，這給阿根廷本方的後衛回防的緩衝時間就極少，後衛全程都必須處於被動的防守狀態。就這一點，克洛普點評道：全世界只有梅西擁有不用參與集體逼搶的特權，但這份特權是用其他10名球員用超額的體能換來的。邊路球員每場要多跑1.5公里，填補梅西的防守盲區，這樣長期高強度的折返跑會大幅的縮短全隊的體能。第二，現代足球的高位逼搶體系也完全不適用於阿根廷。為了遷就梅西，主教練斯卡洛尼只能放棄主動的壓迫，轉為被動落位的防守，喪失了比賽主動權，對手也能從容組織進攻，層層傳導。第三點，一旦梅西狀態低迷，被多人包夾限制住，那阿根廷隊沒有第二套攻防的方案，前場缺少逼搶和牽制，中場出球路線單一，就很容易陷入長時間控球但卻沒有實質威脅的僵局。而用英國名宿魯尼的話說，梅西幾乎不參與回追和防守，這會成為阿根廷邊路致命的弱點，對手會專門抓梅西身後的空當來推進。現在阿根廷體系全靠德保羅、恩佐等人超額的跑動來補位，常規時間還能夠掩蓋，一旦進入加時賽，全隊的體能就有透支的感覺，補位的速度跟不上，防線會持續的暴露危險和空當。另外，对手只要針對性的衝擊梅西所在的邊路，阿根廷的中場和邊後衛就被迫頻繁的橫向拉扯，
整條防線的陣型被撕裂，這也是阿根廷多次被逼入絕境的根源。所以為了適配梅西的低跑動的踢法，現在阿根廷的戰術選擇極度保守，進攻推進節奏緩慢，面對收縮防守的隊伍也很難制造快速反擊，只能依靠梅西的個人靈光一現。團隊整體的進攻性手段已經近乎於零。接下來對英格蘭、對梅西、對斯卡洛尼、對阿根廷每一個球員都會帶來新的挑戰。但關關難過關關過，西遊記10萬8千里，9九81難，不就是這樣必須要闖過去嗎？儘管從客觀來說，感覺4強已經是阿根廷的極限了，可對阿根廷和梅西的球迷來說，所謂的冠軍相就是這樣的磕磕絆絆。堅守這份信仰不容易，知道難度有多大，你才更會敬佩這一屆的阿根廷球員。但關鍵的一點，在這場比賽中能看到，阿根廷球員對進球的渴望是真的強烈，哪怕已經筋疲力竭，仍然要往前衝。而上場對埃及，阿爾瓦雷斯搶斷薩拉赫傳出了關鍵球，這一場又是阿爾瓦雷斯的世界波逆轉。在馬競，在西蒙尼手下，他現在是能跑能拼還能搶，從開場就能看到他全場飛奔，到了加時賽還能打進神仙球，甚至今天比賽的最後一個球還是阿爾瓦雷斯給斷的。儘管本屆世界杯阿爾瓦雷斯狀態不算太好，但硬實力和態度仍然在，只是由於太累，這比賽實在很難踢啊。那麼咱們的小蜘蛛阿爾瓦雷斯，他其實從2歲開始就踢球，那時候剛剛學會走路沒多久，就被爸爸帶到球場看哥哥們踢，而當時把他一放上草地，看到足球就興奮得滿場瘋跑，追着球踢。青訓教練回憶道，那個時候的足球對他來說看起來比他整個人都還要大，但是看阿爾瓦雷斯踢球的樣子，就像生來就會這項運動一樣。他從小踢球就非常自然，你不需要去教他怎麼踢，只能給他建議。從4、5歲開始，全鎮的人已經幾乎不再叫他的本名了，都叫他小蜘蛛。這個外號是他哥哥幫他取的，因為小時候的阿爾瓦雷斯控球技術實在太厲害，雙腳倒騰球倒騰得極快，對手怎麼抄都抄不到球。他爸爸曾經回憶說，阿爾瓦雷斯那時候那麼小一隻，但跑起來像風一樣快，看起來就像長了8條腿一樣，根本沒有人能從他腳下把球偷走。所以由于在小鎮上的表現過於驚人，連鄰近的村鎮都知道在卡爾欽有一個非人類的足球小神童。啟蒙教練說呀，當時每個星期六，裁判們來到球場準備執法的時候，進場的第一件事不是檢查場地，而是興奮地問教練，今天那個小蜘蛛又要上場比賽嗎？對了，咱們小蜘蛛從小就是梅西的超級死忠粉。在他11歲那年，梅西隨國家隊到附近比賽，小蜘蛛和朋友們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成功地和偶像一起合影。當時有人問他，你的夢想是什麼呀？小蜘蛛毫不猶豫地說，我的夢想是踢世界杯，還有和梅西一起踢。哈哈，最後10多年後啊，他不僅在卡塔爾世界杯成了梅西身邊最信任的搭檔，而且就真的在世界杯舞台上为阿根廷摧枯拉朽，捧回了第3冠。另外，咱們小蜘蛛非常的重情義，他的啟蒙教練瓦拉斯除了教球之外，平時還要開車兼職送貨，生活很辛苦。阿爾瓦雷斯在豪門河床隊成名並賺到了第一筆大獎金之後，第一件事就偷偷買了一輛全新的面包車送給啟蒙教練，感謝他當年的栽培。這件事在阿根廷也傳為美談。那麼8歲時候，在當地的卡爾欽體育俱樂部效力的時候，他就是個進球機器，常常一場就能進4、5個。教練說，在阿爾瓦雷斯大概8到9歲的某一場比賽，他一個人帶球連續晃過了4、5名對手，最後竟然用高難度的插花腳把球射進去。教練當時直接在場邊看傻了，所有人都意識到這個孩子未來絕對是世界級的巨星。2011年，11歲的小蜘蛛同時吸引到博卡青年和河床的注意。在博卡試訓期間，有一名皇馬的球探一眼就相中了他，把他帶到了西班牙皇馬的青訓營，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實訓。他當時代表皇馬少年隊就參加了當地很著名的錦標賽，出場5次，轟入2個球，甚至在半決賽擊敗了巴塞羅那，表現極為出色。皇馬當時非常想簽下他，但根據當時的西班牙足協和國際足聯嚴格的規定，俱樂部不能簽下未滿13歲的外國年輕球員，除非他父母願意一同搬到西班牙定居。可小蜘蛛的父母在阿根廷都有穩定的工作，父親在谷物工廠上班，媽媽是幼兒園的老師，沒有辦法全家搬到歐洲。而小蜘蛛又太小，不想離開父母，所以最終選擇回到阿根廷。儘管沒能留在皇馬，但那1個月對小蜘蛛來說像夢一樣。他在皇馬那段日子，成功的追星了當時一線隊多名超級巨星，都留下了合影，包括拉莫斯、迪瑪利亞，
還有他童年偶像之一伊瓜因。此外，還現場觀看了皇馬對陣巴塞羅那的歐冠半決賽，這極大地刺激了他要成為職業球員的夢想。而小蜘蛛後來一直到15歲才正式離開家鄉，搬到了400英里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加盟了河床隊的青訓。這在頂級球星中已經算非常晚了，主要還是因為他小的時候非常依賴家庭，不喜歡遠離父母。直到2015年，他終於準備好，並且在河床青年隊開始嶄露頭角，一路成長為現在的頂級前鋒。對了，當時小蜘蛛先去了另一家俱樂部阿根廷青年人隊，可因為經費不足，試訓期間連1個禮拜的伙食都沒有辦法提供給小蜘蛛，這讓推薦人非常生氣。而河床隊傳奇青訓總監羅德里格斯聽說以後，在完全沒有看過小蜘蛛踢球的情況下，就直接打電話給小蜘蛛的爸爸，邀請他們來河床隊。而在試訓當天，小蜘蛛才上場踢了短短的10分鐘，羅德里格斯當場攔下了他，對工作人員大喊：“把合同立刻拿過來，馬上讓他簽字！”在南美許多的天才球員小時候又調皮又叛逆，不愛上學，小蜘蛛卻是個例外。他在家鄉卡爾欽的小學老師曾回憶，小蜘蛛在7歲的時候成熟穩重，像個大人。他不僅球踢得最好，在學校也是功課非常好的學霸。他很有責任感，總是主動輔導那些功課不好的同學，是所有的老師搶着都要疼的模範生。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只有18歲的小蜘蛛剛剛進入河床青年隊不久，但因為天賦過人，被阿根廷足協選中，成為了 U20 青年隊的代表，還跟隨成年國家隊前往俄羅斯擔任陪練員。在那1個月，小蜘蛛的工作就是扮演對手，在訓練場上防守梅西、阿圭羅、迪瑪利亞等等。當時一線隊的大哥們就注意到，這個小伙子的逼搶很瘋狂，跑位極其聰明。沒想到僅僅4年後，他就從當年的陪練變成了在卡塔爾世界杯和梅西並肩作戰拿下大力神杯的主力前鋒。而現在國家隊的小蜘蛛和恩佐，他倆的友誼從河床青训營就開始了，是青梅竹馬，也是阿根廷最著名的黄金雙子星。2個人都在河床青训營的時候就讀在附近的河床體育學校。據他們的數學老師回憶，這2個小天才在同一個教室上課，恩佐低一屆，但個性是南轅北轍。小蜘蛛是個不折不扣的數學方面的學霸，上課極其專注，作業寫得非常漂亮，性格溫和而且害羞。由於小蜘蛛是從外地小鎮來的，年少離家，特別需要情感方面的支持，有時候下課還會主動跑過去給老師一個擁抱。而恩佐呢，他是個超級讓人頭疼的好動分子，滿腦子全是足球。上課的時候喜歡用腳一邊抖動一邊拿着鉛筆盒在桌上敲敲打打的制造噪音，有時候甚至会把2隻腳直接架到前面的長凳上，整個人就靠着牆在那兒晃的。所以老師們笑着回憶到，恩佐小時候的心思都在周末到底能不能入選比賽名單所以2個人青訓階段的命運也不同。小蜘蛛15歲一進入河床就被視為頂級天才，在青年隊是核心的進球機器，在18歲就直接被總教練加拉多提拔到一線隊，隨隊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而恩佐雖然5歲就加入了河床，但青少年时期發育很慢，身材非常矮小，而且有些胖，所以在青年队長期坐板凳，甚至多次面臨被俱樂部解約拋棄的危險。恩佐自己曾經2次因為踢不上球，灰心的想要離開河床，直到17、18歲突然長高以後，身體对抗性變強了，才在預備隊坐穩了主力。但是2016年，當小蜘蛛加入河床以後，2個人一見面立刻成為了死黨。他們在預備隊時期就展現出非常強的默契。恩佐在中場負責精準的長傳和調度，小蜘蛛在鋒線用鬼魅的跑位來接應。隨後恩佐經歷了短暫的外租去磨練，2021年強勢回歸河床一線隊。那一年他們2人一前一後，以絕對核心的姿態聯手幫河床拿到了阿根廷甲級聯賽的冠軍。2022年他們的友誼迎來了最高峰，這年夏天他們同時離開阿根廷前往歐洲，小蜘蛛去了曼城，恩佐去了本菲卡。在22年的卡塔爾世界杯，2個人在國家隊被安排在同一個房間當室友。也就在卡塔爾世界杯，恩佐拿到了世界杯最佳年輕球員，小蜘蛛打入4個球，2個人最後抱在一起捧起大力神杯的畫面，也是河床青训史上最驕傲的傳奇故事。而咱們小蜘蛛的女朋友也是青梅竹馬，2個人一起從默默無聞的鄉村少年走到了現在。他的女朋友叫埃米莉亞，跟小蜘蛛的年齡差不多，也都成長在家鄉小鎮卡爾欽。青少年的學生時期，2個人就認識了。大概16歲的時候就曾經短暫交往過，
隨後，小蜘蛛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加入了河床青訓，這讓小情侶的距離變得非常遠，但始終保持着很深厚的感情和聯繫。艾米莉亞的背景呢，本身也非常的陽光，她曾經是卡爾欽當地體育俱樂部的草地曲棍球運動員。大學畢業以後拿到了學位，成為了一名體育老師。正是同樣熱愛體育的背景，讓他非常能夠理解職業球員高強度的訓練和心理的壓力。22年夏天，小蜘蛛轉會到曼城，正式登陸歐洲。也就在那一年，兩個人正式向公眾公開了戀情。艾米莉亞毅然決然地徹底放下了在阿根廷體育的教學工作，跟隨小蜘蛛搬到了冰冷的曼徹斯特，全心全意照顧他的生活。他曾經在一張两人熱吻的照片下面深情告白：無論你要求我去哪裡，我都會跟隨你。4年前的卡塔爾世界杯，艾米莉亞幾乎每一場都穿着阿根廷的9號球衣，在看台上吶喊。阿根廷奪冠以後，他也進入了球場草皮，和小蜘蛛一起捧起了大力神杯，熱吻合照。今年1月2日，兩個人第一個孩子在西班牙順利出生，是個男孩，取名叫阿馬迪奧。孩子出生後，他們在社交媒體分享了一張照片，小嬰兒嬌小的手很自然地擺出了阿爾瓦雷斯標誌性的蜘蛛人發出蛛絲的慶祝動作，就是拇指、食指和小指伸出來。這張照片立刻在網絡上瘋傳。不過，小蜘蛛和他的女朋友在日常的生活相對低調，不愛出風頭。艾米莉亞只是經常在 Instagram 上分享一些生活的點滴，包括旅行啊、慶祝啊等等。她現在呢，由於擁有體育教育的背景，所以時不時的會和一些運動品牌合作。那麼這個夏天，關於小蜘蛛轉會的緋聞滿天飛。現在阿森納已經傳出想在賽季前簽下小蜘蛛，主教練阿爾特塔正在推動這筆交易的完成。26歲的小蜘蛛數據上並不高產，上賽季他49場比賽打進20個球，送出9次助攻，身價1億歐元。但是他既能踢左路，也能踢10號位，還可以擔任回撤型的前鋒。另一方面，阿爾特塔還看上了身價9000萬歐元的英格蘭球員摩根·羅傑斯。羅傑斯同樣可以踢左路或者10號位。這一屆英格蘭隊他是老 K 非常看好的新秀，一旦上場威脅十足。可是馬德里競技跟巴塞羅那在小蜘蛛的事情上拉扯得很厲害。馬競最新的消息仍然索要世界杯前要求的5億歐元，也就是合同中的違約金條款。具體怎麼樣很難預測，但老 K 看好仍然會轉會離開，只是不知道會去哪兒。另外多說一句，阿根廷國家隊幾乎所有的人都來自於意大利裔或者西班牙裔。梅西是個意大利的姓氏，他也是意大利裔。朱里亞諾·西蒙尼同樣也是意大利姓氏，也是意大利裔。其他的勞塔羅·馬丁內斯、胡里安·阿爾瓦雷斯、迪亞哥·阿爾馬達、尼古拉斯·岡薩雷斯、何塞·洛佩斯都是西班牙裔。現如今的阿根廷純黑人僅占 0.4%，95% 的人口都是歐洲裔。意大利的移民占了 60%， 西班牙占 25%， 剩下一些是德國、法國等歐洲的血統。而且僅有 4% 到 10% 的民眾攜帶有微弱的非洲混血的血統，而且大多都不會自我認同為黑人。但是在18世紀末的時候，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黑人和非洲的混血人口占到了本地總人口的 30% 到 50%。這件事說起來非常的複雜。最開始呢，南美黑人密集的國家是像巴西呀、哥倫比亞呀，他們都依賴像種甘蔗、咖啡、棉花這種大種植園，需要大量的黑奴從事高強度的農業。而阿根廷核心的國土是溫帶的潘帕斯草原，支柱產業是放牧的牛羊或者穀物農場，不需要高溫環境下持續工作的黑奴。所以整個殖民時代，阿根廷僅僅輸入了約20萬黑奴，對比巴西的400萬到600萬有天差地別。而且在拉普拉塔河的黑奴大多都分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做着洗衣服呀、傭人呀、工匠啊，不是那種規模化的農業勞動力，沒有形成連片的黑人聚居的村鎮，族群的根基非常薄弱。後來阿根廷獨立的時候，政府出台了政策，黑奴只要參軍作戰就能換來自由身。所以在聖馬丁遠征安第斯山的軍隊裡面，步兵的主力幾乎全是黑人士兵。而2500名黑人士兵在戰後只有143人活了下來。隨後又是1864年到1870年的巴拉圭戰爭，又是大量的黑人男性被強徵入伍，慘烈的消耗殆盡，這直接截斷了黑人繁衍的主力，適合生育的黑人男性大量就消亡掉了。隨後19世紀中期，烈性的傳染病像黃熱病、霍亂有好幾次席捲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底層的黑人因為居住環境非常差、擁擠，醫療資源也匱乏，死亡率遠遠高於白人的中產，這又進一步壓縮了黑人人口的基數。
另外，1853年，阿根廷憲法寫入了法定的國策，就阿根廷政府必須鼓勵大量歐洲的白人移民，因為當時他們認為歐洲就等於文明，而黑人呢，印第安呢，等於是野蠻落後。所以，阿根廷的代表人物薩米恩托阿爾貝蒂公開的主張，要用歐洲移民改造這個國家，徹底擺脫拉美野蠻的標籤。隨後，阿根廷政府在歐洲多個國家設立了移民辦事處，提供免費的船票，還有落地的臨時住宿，還有內陸免費的火車票，也分配耕地。這就吸引了當時貧困中、戰亂中的南歐的許多人。1850到1950這100年，總計有700萬歐洲人湧入了阿根廷，其中600萬是意大利人，有100萬是西班牙人。1869年，阿根廷全國只有173萬人口，但到了1914年，移民浪潮結束以後，總人口突破了780萬，白人移民爆炸式的增長，原本就很少的黑人族群再次被海量的歐洲人稀釋，哪怕黑人和白人通婚，後代也不再歸類為黑人。1887年，阿根廷政府的人口普查直接取消了對黑人的統計，永久地刪除了人口普查裡關於黑人、穆拉托的分類。穆拉托就是黑白混血，而所有帶非洲血統的人都被統一劃入了棕色人種印歐混血或者白人这3類。哪怕你擁有黑人血統，只要你膚色看起來白統計員直接登記為白人。於是官方數據裡黑人就直接消失了。這就跟美國一滴血的法則相反。阿根廷判定你是黑人這樣的標準極高，你的膚色必須非常的黑，而且有典型的非洲的五官。但只要你混有歐洲的血統，五官偏歐洲化，那社會層面就不再把你當作黑人。大量的黑白混血以後的後代直接融入了白人社會，放棄了對非洲文化的認同，並且長達100多年在阿根廷的基礎教育完全不講述黑奴的歷史，也不講述黑人對獨立戰爭的貢獻，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固有認知，就是阿根廷本來就沒有黑人。所以歷史很複雜，每個國家的國情也很複雜。這一次阿根廷的衛冕之路走得尤其艱難，但每一個球迷都希望能多看梅西踢2場。好，今天的重磅新聞，皇馬維尼修斯突然將自己社交媒體的頭像換回了全黑，社媒簡介上也沒有任何皇馬的蹤跡。不過維尼修斯之前在皇馬的圖片仍然保留着。現在維尼修斯社交媒體前4行內容中都沒有他身穿皇馬球衣的照片和視頻，而只剩下了一些廣告和巴西隊的內容。這是怎麼了？是老佛爺親自主導的續約談判談崩了嗎？而從皇馬這邊傳出來的消息，老佛爺不希望這件事在今年夏天變成又一出轉會的肥皂劇，想要盡快解決，但雙方在薪資層面有很大的分歧。維尼修斯希望拿到稅後接近2000萬歐元的年薪，這遠高於皇馬認為可以接受的範圍。皇馬的態度很明確，希望完成續約，但不接受任何價格或者任何條件，這就導致現在雙方的立場相距甚遠。不過，皇馬對維尼修斯的未來仍然保持很平靜的態度，認為續約沒有任何問題，想力求實現雙方都滿意的結局。另外，在阿根廷和瑞士隊的比賽中，上半場第42分鐘，帕雷德斯在本隊的禁區邊緣鏟人犯規，送給對方一個定位球。這個時候，梅西主動上前和裁判進行了一番交流。阿根廷媒體針對唇語進行了解讀，梅西生氣了。梅西說：“好好說話，別不尊重人，對我說話要客氣。我對你說話就一直很客氣。”另外，隨着挪威和英格蘭在1/4決賽中的比賽結束，2家歐洲航空公司此前發起的一場趣味賭局也有了結果。比賽開始前，挪威航空向英國航空發起了挑戰，約定好，如果各自國家的球隊輸球了，那輸家的航空公司社交媒體頭像就要更換為對方公司的 logo， 並且持續1天。2家航空公司當時展開了一系列幽默的互動。最終，英格蘭隊2-1擊敗了挪威。結果產生以後，挪威航空也兌現了承諾，暫時將社交媒體頭像更換為英國航空的 logo， 實現了約定。挪威航空誠意滿滿，還對英格蘭隊未來的世界杯之旅送上了祝福。而比賽結束後，挪威的門將尼蘭德由於在加時賽撲球脫手，導致貝林厄姆打入制勝球。中場哨響以後，尼蘭德情緒崩潰，抱頭痛哭，隊友們都上前安慰。這一場比賽，他也完成了6次撲救，包括加時賽精彩的2連撲。現年35歲的尼蘭德正處於無業的狀態。上一場對陣巴西，他才剛剛完成了自己生涯的代表作。而國際足聯這邊，因凡蒂諾稱讚了這屆賽事，考慮下屆世界杯繼續擴軍。現在2030年舉辦64個隊參加的世界杯是因凡蒂諾的夢想。
好，輕鬆一下，葡萄牙被淘汰以後 ，C 羅終於開啟了度假模式，未婚妻喬治娜曬出了和他的自拍合影。接下來兩個人會不會在世界盃後立刻完婚，成了大家最大的期待。好的，朋友們，短暫的休息之後，半決賽向我們走來。感謝大家這1個月的互相陪伴，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咱們明天再見。